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二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粮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废话，开始吧。油彩红烟，去！道友，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粮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向那畜生报断指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粮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，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
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命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不可能8息就缩血。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便一起死吧！裂缝，主子，这儿要塌了！塌了！不只是地下，整个仙境碎片全都要塌了！也有了一些进展。冰雕傀儡内主要是靠血经脉维持，77条血经脉才达到一个结丹中期的修士修为。冰雕内的血经脉越多，控制越难。一旦它们相互碰撞，整个冰雕便会崩溃。这冰清诀不能成为道之正途，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之法，与当年六玉之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略为模仿，改血经脉为血经脉，以鲜血配合生死之境，从而达到操控的目的。4年之期已到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之战，我见过太多的死亡，我对死的感悟亦
然深刻。哎，主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落叶归根，可我的家在何处？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好，走，将就一晚吧。哎呀，奶奶的，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，在下墨志，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曾牛兄，不如你我二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这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也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，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中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圆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，就是哎，疯子之间可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志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，在于意境，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，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，说多少遍是？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。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不怕我偷师了去？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莫知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，无非两种方式：
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两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唉，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你铺盖呢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失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唉，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：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身。现在分身已是元气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当后期。若想顺利化身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倒出机器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不急。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
完成了古神第2次蜕变，但我不能在此久留。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，注定孤独；先天之道，亦九死一生。